大家好，这里是土拨鼠杂记的 YouTube 频道。今天咱们继续太阳系行星的话题。咱们今天来聊聊土星和它最大的卫星土卫六。土星之所以会被称为是土星，是因为它肉眼看起来是土黄色的，但这只是我们从地球上看到它的时候呈现出来的颜色。如果在太空看到的土星的颜色却并不是这样。从卡西尼号土星探测器拍来的照片看，土星的北半球有一些部分和天王星类似，呈亮蓝色。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由于瑞丽散射，也就是这种瑞丽散射使得我们的天空呈现出蓝色。土星的体积是仅次于我们刚刚聊过的木星，是太阳系内第二大行星。和木星一样，它的主要成分也是氢和氦。同样有一个固态的内核，内核外也同样是金属氢。上期节目我讲木星时忘了向大家介绍什么是金属氢，没关系，这期咱们就给补上。金属氢其实是氢的简并态，是氢元素在高温高压下被极端的压缩，使氢元素的电子脱离了原来的轨道，变成了自由电子，于是拥有了自由电子的氢这个时候就表现得和金属导体一样，能够利用自由电子导电，所以叫做金属氢。人们在1935年就曾经提出过金属氢的预言，并预计这种金属氢很可能是一种常温超导体。2015年，有科学家宣布用 Z 脉冲功率设施制造了金属刀。我们知道，刀是氢的同位素，金属刀到金属氢很可能只有一步之遥。2017年，当时隶属于美国哈佛大学的研究者兰加迪亚斯宣布，用钻石高压针法将3250万公斤的力施加在 6.5 平方厘米的氢样本上，可以令气态的氢在充分压缩后转变成金属氢。然而，这件事儿在学术界引发了不小的争议。许多同行指出，他们无法重复迪亚斯的实验。尽管如此，人们对金属氢确实存在的信念却是越来越坚定。解释完金属氢，让咱们继续来聊土星。刚才说过，土星的内核之外是金属氢，在金属氢之外，同木星一样是超流体氢，然后就是液态氢，再往外就是超过1000公里厚的大气层。在大气层内还夹杂着各种各样的冰晶，因此土星的大气层非常浓厚，所以土星的整体密度非常低，土星的平均密度甚至没有常压下水的密度高。所以如果真的有一个足够大的海洋，然后把土星扔进去的话，它会像皮球一样浮在水面上，想想就会觉得这种现象很有趣。土星的大气看起来好算平静，但其实却是狂风骤雨。真实的情况是，根据旅行者号探测器传回的数据，土星上风暴的速度超过了500米每秒，这是已知太阳系内第二高的风速，仅次于海王星。土星和木星这种类木气态巨行星上面都有很多的条纹和斑块，其实这些条纹都是快速流动的气流，而斑块则往往是区域性的气旋。土星的条纹相比于木星要暗淡很多，但要说起斑块，土星却丝毫不逊于木星。木星我们都知道那个醒目的大红斑，但在土星上，北极上的这个看起来非常规则的六边形，同样是土星的标志之一。这个六边形斑块其实也是一个气流漩涡，漩涡非常大，6条边中每条边的边长都超过了13800公里，面积则覆盖了土星的整个北极地区。关于它的成因，有的说法是大气层中某些形式的驻波，也有一种说法是极光，反正目前还没有定论。另外，和木星一样，土星的自转也非常快，只比木星稍稍慢了一点，大概10个半小时就能转一圈。密度低，自转快，再加上全部是流体，所以土星也是一个两极扁、吃到骨的扁球体。刚才我说过，土星的标志是那个北极上的六边形，
可能有朋友会觉得不服气，土星的标志不应该是它的行星环吗？您说的没错，相比于北极的六边形，土星环的确是土星更为醒目的标志。土星是最早被发现具有行星环的行星，早在1610年，土星环就被伽利略观测到了。不过那个时候的望远镜的质量还比较差，看的不是很清楚，所以伽利略当时并不知道那是个环，只是觉得土星的两边长出了两个像耳朵一样的东西。又过了2年，当土星环完全侧对着地球的时候，伽利略一看，土星的两个耳朵又消失了。更神奇的是，又过了1年，这两个耳朵却又出现了。伽利略为此困惑了很久。现在我们知道，土星环虽然很大，但它的厚度却非常薄，平均厚度大概只有20米，所以当它完全侧对着我们的时候，我们看不见是很正常的。土星环的绝大部分物质是掺杂了有机悬浮物的水冰和少量的碳，这些物质的体积都不大，最大的可能也就是一块巨石，小的则像尘埃一样。另外，根据卡西尼号土星探测器的数据显示，土星环竟然也有自己的大气层。土星环大气中除了氢之外，甚至还有氧分子，但这个大气层非常稀薄，稀薄到如果平均分布到环的各个部位，那它的厚度就只有一个原子那么薄。关于土星环的起源有很多种理论，有的理论认为它是从形成土星的原始星云中直接形成的，也就是说它是和土星差不多同时形成的。还有观点认为土星环原本是土星的一颗卫星，由于慢慢地进入了土星的洛希极限范围，再加上这颗卫星的质地比较疏松，所以就被潮汐力给扯碎了，形成了现在的环。或者是这颗卫星受到了小行星或彗星的撞击，瓦解成了现在的碎片，最终变成了行星环。土星环形成原因的真相到底是什么，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说完了土星环，再我们来说说土星的卫星。像土星这种类木行星，它们的卫星数量实在是太多，多的都数不过来。而且太阳系内的这4颗类木行星都有自己的行星环，行星环里大一点的原石，您说是算在行星环里的物质好，还是算在卫星好呢？正是因为这个，所以在天文界对它们的卫星数量一直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大家一直在争论不休。截止2023年5月，已经发现并确认轨道的土星卫星的数量是146颗，但其中能够达到流体静力平衡形成球形的卫星就只有7颗。不过即使是如此，仅凭146颗卫星也足以让土星重新回到太阳系里卫星数量第1的宝座。可是这个宝座并不稳固，也许过不了几年，木星就能够重新把它抢回来。所以对于类木行星卫星数量这件事儿，像咱们这样的吃瓜群众也就是听听罢了。我今天最想和大家聊的土星卫星就是大名鼎鼎的土卫六，它的另一个名字就更为响亮，泰坦星。没错，就是漫威宇宙里永恒族后裔灭霸的故乡。其实泰坦星不仅出现在漫威里，很多科幻作品里都曾经提到它。可是如果说科幻作品里大家爱提半人马座阿尔法3星是因为它是离我们最近的恒星系统的话，那么泰坦星是因为什么原因导致大家对它这么感兴趣呢？其实造成这种现象的最根本的原因就是科学家们认为泰坦星是太阳系内除地球外最有可能出现生命的星球，这个可能性甚至要高于我在木星那期节目里提到的木卫二欧罗巴星，远高于火星，更远远的高于太阳系内的其他星球。造成科学家们这种看法的原因有几条。首先，泰坦星是太阳系内唯一拥有浓密大气的卫星，泰坦星的大气密度甚至超过了地球，表面气压是地球表面的 1.45 倍。而且泰坦星是太阳系内体积排在第2位的卫星，仅次于木卫3、盖尼米德，拥有足够的质量
能够维持稳定的大气。何况泰坦星大气的主要成分和地球一样，也是氮，而随后呢是甲烷和氢，这样的大气构成比较适合生命的诞生。其次，泰坦星自己虽然没有稳定的磁场，但是它有 95% 的时间都处在木星的磁层范围内，因此能够获得木星磁场的保护，这样就可以抵抗很大一部分太阳风的侵袭，给生命的出现多了一层保障。第三，就像木卫二欧罗巴星上神秘的甲烷一样，在泰坦星的大气中也有甲烷，科学家们对此苦恼不已，因此他们推断泰坦星上很可能存在着类似地球早期的火山活动，只是温度要低很多。2004年对泰坦星大气中亚40的探测表明，泰坦星火山曾经孕育出由水和氨构成的熔岩雨流。所有这些似乎都是在告诉我们，泰坦星上很可能存在着类似地球早期的生命。不过，由于距离太阳比较远，泰坦星能接收到的太阳光只有地球的1%，所以它的表面温度相对地球是很低的，只有零下178度。泰坦星上即使有生命，肯定和地球早期的生命有所区别。目前，人类对泰坦星的了解仅限于之前发射的卡西尼号探测器和惠更斯号泰坦星着陆器传回的数据。其中，惠更斯号泰坦星着陆器虽然在泰坦星上成功的软着陆，并传回了大量的数据，但是不管是卡西尼还是惠更斯，它们都没有配备探测生命印记或复杂有机化合物证据的仪器。它们的数据只能显示泰坦星的环境在某些方面与假设的原始地球环境类似。科学家们据此推断，早期地球的大气成分和目前泰坦星的相似，只不过那时候的地球比现在的泰坦星多出了水蒸气这个成分。因此，有科学家根据实验室模拟推测，在泰坦星的地下很可能存在着足够的有机物质，足以开始一种类似于地球生命起源的化学进化。但是，如果想证实这些推测，就需要新的证据。好消息是，加入 NASA 新疆界计划的蜻蜓号无人机将于2027年6月发射。如果顺利，蜻蜓号将会飞翔在泰坦星的大气中，寻找更多生命存在的证据。除了蜻蜓号，其实还有更多的泰坦星探测计划，它们有的将遨游在泰坦星的海洋里，有的会行驶在泰坦星的陆地上，还有的会像蜻蜓号一样飞翔在泰坦星的大气中。他们的目标只有一个，带给我们更多关于泰坦星土卫六的信息。在节目结束之前，我要补充一句，蜻蜓号原计划在2026年发射，之所以被推迟到2027年，有很大的原因就是因为发射能力的问题。看到这儿，我不由得想起，总有人在质疑 SpaceX 发展星舰缺乏足够的市场需求。其实，现在航天业真正的情况是，发射能力不足，发射成本太高，导致航天发射器无法按期发射，甚至是无法发射。所以不用担心星舰的市场需求，我们还是好好的去憧憬一下星舰所能拉动的蓬勃的航天发射市场能够带给我们的便利和惊喜吧。好，关于土星和土卫六，我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里。不知道您在听了之后有什么别的想法，欢迎您给我留言，咱们可以一起讨论。在节目的最后，我提醒您，这里是土拨鼠炸鸡的 YouTube 频道，请您订阅我的频道，打开小铃铛，这样您就能在第一时间收到我节目更新的通知。同时也欢迎您转发、评论、点赞。咱们下期节目再见。